大家好，我是末端，欢迎来到科技慢新闻。这期讲一个神奇的故事。这个故事是有一天晚上，我在学校和一个很小的小朋友聊天，小朋友年纪很小，居然能够基本记住真假美猴王这个故事啊，我挺惊讶他的记忆力，于是就聊了一会儿，聊着聊着就聊到了那个假猴子可能是 AI 啊，这小朋友可能都不知道 AI 是什么。之后想了想，觉得这 AI 很可怕，很多大厂正在不停的用 AI 代替人了。于是就想聊一聊这真假美猴王职场照妖镜啊。故事大家都熟，就是讲两猴子，一真一假。原著中假的那个挂了，真的那个最终继续取经，然后成佛。这个都不是重点嘛，重点是那个假的是怎么来的。我想起了网上的一种说法，真假美猴王死的那个最终是真的美猴王，假的美猴王是如来制造出来的，最终用假的美猴王代替真的美猴王去西天取经了。那如果佛爷要用假猴子代替真猴子，那就有一个问题，这个假猴子是怎么来的？我们知道真假美猴王到了很多地方进行辩论都没有成功，也就是说这个假的几乎和真的是一模一样的。就像 AI 现在重复性的数据类的咨询类的它都能够取代人类，这样下去真的是不得了。而作为佛教集团的 boss， 如来真的会放心一个原来是从道门中出来和天庭有说不清道不明千丝万缕关系的孙悟空吗？假如你是董事长，你会希望一个能耐很大但是不怎么听话的员工呢，还是会喜欢一个吃苦耐劳无怨无悔一直给你干活永远不知疲倦的 AI 呢？我想这里可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另外从资本的角度，你是更喜欢从不抱怨工作准确除了费电其他没什么毛病的 AI 呢，还是喜欢一个会生病会出错还需要不停付工资的员工呢？因此从理论上说，佛爷如果想用假悟空代替真悟空，理论上说也说得过去。因为作为一个集团老总，你想要凝聚人心，那好处当然要先给自己人。你看取经这么大一个事，唐僧啥都不会干，他是取经的头把交椅，凭什么？唯一能凭的就是他是如来佛的二弟子，叫金蝉子嘛。那他是关系户，这个没什么好讲的。问题就是要用假悟空代替真悟空，这个假的悟空要非常真，他真到什么程度呢？首先真假悟空去哪里辨认？他去了南海的紫竹林找了观音大士，那观音菩萨的本事就没什么好讲了，而且他的职务也高，在整个西游里面他基本上就是佛教总经理，西游项目总负责人。真假美猴王找到观音菩萨的时候，菩萨的办法就是念紧箍咒，不成的那一个就是假的了。那菩萨就是让他两个童子一人参一个，然后开始念紧箍咒，结果两个都会头痛，也就是说紧箍咒失效了。由此你可以想一下这个智能体做的有多先进，思想能力外表甚至感觉都一模一样。我相信这样的智能体在未来很快就会造出来，因为你知道紧箍咒是佛爷给的，也就是说它有佛爷法力的加持，也就是说观音念了紧箍咒，这个紧箍咒一定是真的，两个人的疼痛也都是一模一样的。这个假的能真到这个程度，只能说明一件事，就是这个假的很可能就是佛爷自己亲手造的。他甚至把念紧箍咒会痛这种都作为参数写进去了，甚至连像念紧箍咒头痛的那个状态，在地上打滚的动作，通过佛眼心链实时数据传输，让这个假猴子的 AI 进行了学习，这就是所谓的神经网络啊。因此这个猴子很可能是佛爷亲手造的。紧箍咒就像量子计算机的密码，你只有自己制造者本人才知道如何解密，或者如何复刻同一个密码。然后他们去了哪里？他们去了天庭。天庭那个基本都是在糊弄事儿。天庭中间最后是用什么办法？用的是照妖镜。最后的结果呢，是照妖镜无法分辨哪个是真哪个是假。但是请大家注意，之前在大闹天宫的时候，天庭就用过照妖镜，让猴子显出了真身。这一次为什么会失灵？要么就是天庭的技术过时，没有跟上时代，要么就是众仙故意为之。我觉得众仙故意为之的可能性比较大，因为之前在大闹天宫的时候，他已经用照妖镜照成功过了。另外你看一下后面踏上了取经路，这些神仙里面挑水做饭的、遛鸟牵马的，甚至是坐骑，到下界都能弄一难出来。以这些神仙的本事，如果真要分辨真假美猴王，甚至连照妖镜都可能不需要用。那原来大闹天宫的时候为什么要用一下呢？很简单，因为猴子的移动速度很快，使它的行动路线分布在广大面积内，所以需要卫星探测一下。真假美猴王的时候，他们是到天庭，人就在天庭，他其实连照妖镜都不应该用。之所以得出一个无法分辨的结论，
很可能是因为猴子现在已经是佛教的人了，你在我道教的地盘，我不想弄出什么大的事，你应该去找你的老大，也就是如来佛祖。如来佛祖在稀有的道教体系里面地位一般，也就是五方五老而已。当然，毕竟现在猴哥是佛教的人了，你应该去找你自己系统的领导来解决问题，所以造不出来也就相对来说比较合理。潜台词就一个，你佛教内部斗争与我道教何干？然后真假美猴王去找了地藏王菩萨，地藏王菩萨更搞笑，自己不说，还把这个责任推给自己的下属，去让那个谛听来听一下，看一下哪个是真的。谛听多少狡猾，大圣爷本来就惹不起，现在一次还来俩，那个假的跟真的几乎一模一样，真要闹起来怎么弄？但是自己的直属领导把任务分配下来了，我也已经知道结果了。在这个情况下，谛听展示出了惊人的职场生存艺术，他又把球给踢回去，这一招就是职场教科书级别的实话实说。谛听是怎么回的呢？谛听说，我已经知道了，但是这二位在这里闹僵起来不得了，我们处理不了。得，地藏王菩萨也很鸡贼，其实他等的就是这句话。地藏王菩萨的能耐比观音有过之而无不及啊，他是可以成佛却拒绝成佛，继续镇守阴司啊。因此观音和地藏王菩萨两个人很可能都知道这是他们老大的计划，只是应对方式略有不同。观音的策略是直接把他往外推，让他们去别处再找办法。地藏王菩萨是踢个皮球，球回来以后继续让他到别处去找办法，比如说如来那个地方。这一整条路线很可能都是佛爷之前计划好的，最后的结果也正如如来所预料的，两只猴子最后去了灵山，到了大雷音寺见了如来。那处理的结果按原文呢，说的是如来分辨出来了，然后拿一个金箔把假的罩住，就直接弄死。真的最后在观音的陪伴下回到唐僧身边继续西天取经。但是这里面其实有一些细节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因为无论是从老板的角度还是从资本的角度，都会更倾向于听话不抱怨，工作勤奋不出错这样的一种员工。那 AI 无疑是一个理想的选择。我们来看一下当时原著中击杀假猴子那个场景，如来就是一个金箔照下去就直接弄死杀生。西游记成书于明朝，东南亚这一块地区实际上是小乘佛教，杀生是重罪，佛祖现在当场杀生，这是怎么回事？是不是非常不合理？但是实际上你再转念一想，也没有那么不合理。无论杀的是真猴子还是假猴子，其实都不能严格意义上算杀生。真猴子原本就是个石头，把它干爆未必算杀生，假猴子就更不用说了，它是如来自己弄的一个 AI 智能体，所以无论杀哪个都不能严格意义上算是杀生。而且如来在杀之前说了一句话，他说我观假悟空乃六耳猕猴也，至今绝此一种。什么叫至今绝此一种？就是今天这一整个种群就都没了。这里面其实暴露了一个问题，也就是说这个假悟空所谓的六耳猕猴，它一个就代表了一个种群。我们知道无论是人类社会还是动物世界，大部分动物都是群居的，猴子更是如此。那什么样的猴子自己一个就代表一整个种类呢？很有可能就是这个猴子是后来人工制造出来的，而且就只造了这么一个，目的就是要完成真假美猴王这出戏，最终完成假猴子代替真猴子的戏码。因为如来就造了这么一只嘛，所以把它干掉，至今绝此一种。这句话有可能是佛爷自己说漏了，因为他把这一整个种类的猴子只有这一只这件事情给暴露出来了。与此同时他还科普了所谓混世四猴，但是你看灵明石猴就是孙悟空他自己，赤尻马猴、通臂猿猴就是原来花果山里面都能找到原型。这个六耳猕猴在之前的原著里并不能够找到对应的原型，像是临时佛祖编出来的，而且他还暴露出这一个就是这一整个种类，而且这个假猴子和真猴子居然一模一样。那这个基本上就只能是人工后天培育出来的，能够把像紧箍咒这样的密码也对上，能够让观音和地藏王菩萨三缄其口，这个很可能就是佛祖自己造的。他们佛教高层之前对于这个事情有没有开过闭门会议互相通气一下，这个都不好说。按原著的讲法呢，死的是假猴子，可是你再想一下，如来把这个事情抛出去以后，让他去观音那里检验，让他去天庭检验，让他去地藏王菩萨那边检验，无论真假，三方都开出了无法辨别的说明书，那最终就只能由佛爷来裁定了。佛爷说你是真你就是真，佛爷说你是假你就是假，那这个就好办了，当场随便囊死一个，剩下那个就是真的。佛爷就说这是真的，你有什么办法？也没有办法。
其他权威机构都说无法证明。在这个情况下，佛爷其实没有什么顾虑，他是完全可以放心大胆把真的干掉，让假的代替的。这个事情完了以后呢，猴子继续回去取经。你再看一下唐僧对猴子的态度。在真假美猴王事件之前，唐僧对孙悟空态度是非常恶劣的，动不动就念紧箍咒，还经常骂他是猢狲。这件事情之后，唐僧是什么态度？大部分情况下叫他悟空，然后念紧箍咒的次数是明显减少。你可以大概看一下，在我的印象里面，58回以后，基本唐僧就没再怎么念过紧箍咒。大家从这个态度上可以看出什么呢？可以看出唐僧这个佛教元老级关系户是知道这回来的猴子是自己人。当然也有人说，取经这么大的行动，临阵换将，恐怕可信度不高。但是大家之前也看到了，这个 AI 智能体和真的齐天大圣其实无论是能力还是思维，甚至连反应都一模一样了，换掉好像也没有什么大问题吧。当然无论怎么说，从忠实原著的角度来说，死的是假猴子，继续取经的是真猴子。当然了，这个以假换真计划脑洞是有点大，但是如果真的是 AI 的话，似乎也说得过去。另外，关于真假美猴王还有一种有趣的说法，讲的是如来和观音权力斗争说。这个论点主要是着眼于西游世界唐朝的历史背景做出的论述。在当时的唐朝，佛教和道教为了争夺更多的资源，其实是暗地里打得不可开交的。既然要争夺资源，就不可避免的会有斗争，既然有斗争，就有斗争的策略。作为 CEO， 如来的策略呢是想一家独大，观音的策略呢是务实推进。当然假如你是 CEO， 你也会想自己的公司是垄断公司吧。虽然他们对于取经这件事情本身都是希望通过取经来扩大佛教的影响力，但是他们的策略其实是不一样的。我们从一开始唐僧对于孙悟空的恶劣态度是可以看出一些端倪的。讲白了就是资深佛教人士对于悟空这个有深厚道教背景的半路出家的人有严重的不信任，因此唐僧动辄以紧箍咒惩罚他，还言语攻击 PUA。我们知道一般情况下，在一个公司里面，一个小组的组长突然对某一个特别有能力的员工进行疯狂 PUA， 一般情况下是得到了大领导的授意，至少是暗示。所以你不要看好像就是师徒5人一直在西行路上，实际上佛祖的影响力无处不在。另外你再想一下，观音为什么一开始就直接给孙悟空3颗汗毛，还说这3个汗毛能救他的命？齐天大圣的本事有多大，怎么会需要3根汗毛来保命呢？这里面就不得不叹服观音的经营，他实际上是挖了道教的墙角。作为一个务实派，他又知道自己老大的那个脾性，他想一家独大。但是观音是手底下实际操办人，他知道这个事没办法硬干。这3根汗毛其实是一种凭证。观音希望的是稳步推进，他不仅要挖一个孙悟空，他还要能继续更多的从道教那边挖人。所以那3根汗毛不是对外的，他实际上给了悟空一个让唐僧能够看得见的暗中的支持。讲白了就是这是我挖来的人，你别做得太过分。虽然我也知道你可能从 CEO 那里得到了某种指示，以至于到后来真假美猴王，观音用念紧箍咒的办法来分辨真假美猴王，他其实根本都不用分辨。他难道不知道真的美猴王的脖子上有他给的3根汗毛吗？就算 AI 智能体假悟空脖子上也有3根汗毛，那这2个汗毛哪个是真哪个是假，这是他自己给的，他自己会认不出来吗？就好比紧箍咒是佛爷给的，这紧箍咒就相当于量子计算机的密码，只有佛爷自己知道，所以佛爷他当然能够复刻一个一模一样的。因此观音对于哪一个汗毛是真哪个汗毛是假，他也一定是知道的，但是他为什么不说？很可能是故意装糊涂，因为观音希望这件事情就这样发展。西行一开始一直到3打白骨精，师徒矛盾其实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到这个时候，作为 CEO 如来，你要是再不管，那这整个西天取经的计划泡汤就泡汤了，损失的是佛教整体的利益。如果你不管，我无非依旧是总经理，下一次你又想起来再搞一次西天取经的时候，还是我负责。我只要不越位，明哲保身，把球踢到如来那里，压力就给到了 CEO。在当时唐朝的历史背景下，道佛两家对于资源的争夺已经是白热化的程度，你敢不敢让西游项目黄掉？那如来也肯定是个聪明人啊，能做 CEO 他肯定不傻啊，他难道会看不明白吗？他也看明白了。先来一个二心论，又说一下什么混世是猴，然后又把假猴子弄死，让唐僧不能找后账。与此同时又给足了观音面子，
让他能够继续放手去执行稀有项目。佛爷的处理也很明确，敲打了悟空，警告了唐僧，又给足了观音面子。至于六耳猕猴，他就是一个来历不明、死得蹊跷的工具猴，讲白了就是高管内卷牺牲品。但是这里有一个小小的细节，佛祖就是拿一个金箔把那个假悟空罩住，然后说弄死了，但是死没死没人看见。这个就有点像魔术里面的逃脱术，两个猴子最后是去找如来，那是大雷音寺啊。我们知道和尚庙里面经常有什么机关啊、暗道啊什么，很可能如来就是玩了一个大变活人的魔术。总的来说，观音和如来斗争说就是借由真假美猴王，最后佛爷一家独大的思想被观音巧妙化解，逐渐趋向于更加务实的斗争策略。当然了，无论是佛祖换人说，还是观音如来权力斗争说，多少都有一点阴谋论的味道。我们再来看两个更加真实的、更加贴近于职场现实的说法，一个就是心魔说，一个就是打工人维权说。心魔说也叫二心说，这个很好理解，是因为佛祖见到这两个猴子的时候就说了猴子有二心，这里有影射假猴子就是真猴子分身的这么一种意味。所谓六耳猕猴根本就不是原本存在的一个妖怪，就是孙悟空的心魔，是他长期遭遇不公待遇导致的性格扭曲，进而导致了多重人格的出现。因为我们知道一开始取经唐僧就经常 PUA 他，从待遇上来讲，刚开始的时候他的待遇甚至比八戒沙僧还要差。这么来看呢，就比如说你在职场里干最多拿最少，还经常被 PUA， 借用马云的一句话，钱没给够心受伤了。在西行路上美猴王干的是最重的活，却不仅没有回报，还经常被 PUA。 他想不想拿到让他称心如意的回报？他肯定想啊。因此在这两种心思的拉扯之下，就生出了二心，也就是所谓的孙悟空的心魔，也就是所谓的六耳猕猴。当然佛爷一看就知道了，一下就说猴子有二心，但是他没有继续点破，而是编了所谓的混世四猴的说法，这样既帮悟空留了面子，又警告了唐僧，还给了悟空如意做莲台的大饼。这手段很高明， PUA 加安抚双管齐下，正常情况下都是见效的。这件事之后，猴王就安心的一直西天取经了。本质上说就是打工人要摆脱精神内耗，接受现实，完成自我的救赎。在艰难的职场环境中，要么你选择跳槽，但是道家他跳不回去了呀，他大闹天宫都打到凌霄宝殿上，事情闹得这么大，想重新回到道教集团估计是不可能了。因此就只剩下第二条路，闹到现有单位主管领导那里要一个说法。如果得到了主管领导的保证，那自然心魔就消灭了嘛，自然就一心向佛了嘛。那个人认为最接地气最可信的是悟空讨心说，也就是打工人的极限维权啊，不像观音如来权力斗争说，那个是观音把猴子推到如来面前去，故意要把取经这个事要不要黄这么个决定，也就是你要不要向稳健务实派做一定程度妥协这么个事推给如来。悟空讨心说的核心思想就是在遭遇长期 PUA 之后，齐天大圣是忍无可忍，自导自演了这么一出真假美猴王，主要的作用就是要反 PUA 以及为自己讨心、讨待遇、讨说法。悟空讨心说呢，其实也非常好理解，他一路降妖除魔，累死累活。唐僧实际上作为取经小组负责人，手不能当，肩不能提，他除了念紧箍咒和 PUA， 其他啥都不会干，随便出一个什么妖怪，最后都得悟空去救。就这么个人，仅因为他是佛教元老级关系户，他就能内定成佛。孙悟空累死累活，苦大仇深，最后这么一个没什么用的师傅成了佛，自己顶多只能混一个菩萨。这就是干活最多拿奖最少，套用马云的话，钱没给够心受伤了。在这种情况下，演一出自导自演的真假美猴王的大戏，最终能够从 CEO 那里得到明确的待遇承诺，这不失为一种方法。和心魔说不同，悟空讨心说他这里那个假悟空并不是心魔，而是悟空自己变出来的一个真的自己。还记得刚开始取经的时候，观音菩萨给的那3根汗毛吗？加上大圣爷自己本身就会大品天仙诀，用这3根汗毛变出来的自己的分身，应该是可以和自己一模一样的，包括紧箍咒的疼痛。这也就可以部分解释为什么3大权威机构都无法验证真伪。去观音那里，这个假悟空就是真悟空用观音给的毫毛变的，到天庭用照妖镜，这个就更不可能了。猴哥本身就是道教系统出身的，在天庭呢，一般情况下除了那些职位特别高或者实力特别大的，其他的这些散仙见了猴哥都还是会叫一声大圣的。那这些道门中人看着自己原来的同事换了单位以后受这样的冷眼待遇，
他们会高兴吗？肯定是不高兴的。但是碍于毕竟是2个单位，所以这事儿其实没法在天庭解决。对于天庭而言，最好的解决方案就是心照不宣，让照妖镜无法工作，最后能够闹到如来那里。因为毕竟你要找你本单位的领导来解决这个事吧，但是如果不找观音，直接找如来，又有一点越级上告的意思，所以他就必须把这个事情闹大。天庭也就乐意做一个顺水推舟的人情，甚至连照妖镜的开关都没开，就直接宣布照不出来，无法分辨。讲白了就是道门众仙也有一口气，凭什么你金蝉子就内定成佛？我道门出来的人能耐比你大，能力比你强，工作做得比你多，还经常被你 PUA， 凭什么到最后只能是一个菩萨果位？另外猴哥也会自己想，我本来就是齐天大圣，虽然这只是个名头，但是至少这个名头听上去很大，凭什么我这么辛苦最后只有菩萨果位，甚至可能连菩萨果位都没有？而且一路以来的 PUA， 直到三打白骨精，师徒矛盾最终无法调和。三打白骨精这个事其实唐僧很不地道，后面连八戒沙僧都看出端倪来劝他，还是执意要把猴哥赶走。长期的怒火终于爆发，猴哥就变了一个跟自己一模一样的，过去把唐僧打一顿，把行李抢走，出一口恶气。但是如果只是把唐僧打一顿，出口恶气，那齐天大圣未免也太小家子气了。对于一个职业打工人，真正的核心诉求是待遇。在佛教这个系统里面呢，就是果位，你是佛祖果位啊，菩萨果位啊，罗汉果位啊，还是其他的一些果位。因此对于一个职业打工人，所有的核心问题是待遇问题。因此打了唐僧，去了南海，上了天庭，下了地府，所有这一切都要证明一件事，他们解决不了，只有你如来佛教 CEO 自己出来解决这个问题。最后也正如猴哥所料， CEO 自己出来谈判了，那最终是如来松口。佛爷承诺了什么呢？佛爷承诺了汝意坐莲台，也就是说佛爷暗示了可以让你成佛，这也就是给了一个明确的待遇。那有的小伙伴会说，菩萨也有莲台啊，但是你在西游的世界里，大部分情况下你看到的大部分的菩萨在莲台上的状态是什么？是站着。而佛祖承诺的是什么？是汝意坐莲台。相对来说，佛祖保证成佛的可能性更大一点。经过这么一闹，打了唐僧，出了口恶气，闹到佛爷那儿得了待遇保障，猴哥立马变得安安分分。为什么？因为维权成功，安心打工。因为按照佛爷的讲法，猴哥将来也可以成佛。另外说一下，唐僧能够成佛，不仅仅因为他是关系户，不仅仅因为他是金蝉子，这里面有很大的如来想要补偿一下的成分在里面。你想一下，金蝉子是为什么被贬下灵山？因为他吹灭了佛前灯，让一只金鼻白毛鼠喝了灯油。就因为这么个事儿，说他动了凡嗔，贬到下界，死了9回。为什么只能死9回？因为9是佛家最大的数，凭什么这样对他？这个呢，就是佛爷的私心。当然这是另一个故事。这期主要讲的就是通过真假美猴王讲打工人真实的职场渡劫路。请点赞订阅支持我的创作，谢谢。